最近啊，中国这些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报出来了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一个行业72家上市公司，超过一半都在亏钱。看看今年这些房企到底亏成啥样了。先给大家报个重要数字，前3季度这些上市房企的营收均值才162.6亿。等等，别觉得这个数字很大，因为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1.1%。更吓人的是，去年同期这些公司平均还能赚个 8.4 亿，今年直接变成了亏损 1.6 亿。你说这生意还怎么做？我给大家算个简单的账，72家上市房企里面，有 75% 的企业营收都在往下掉， 53% 的企业直接就亏损了。来看看几个大房企的惨状。万科，这可是中国房地产的龙头企业啊，前3季度亏了多少知道吗？ 179.4 亿，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一个3线城市1年的财政收入了。保利发展虽然还在赚钱，但是净利润才 78.1 亿，比去年少赚了 41.2%。今年政府不是发了好几轮救市政策吗？先是517，后来又来个926，说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。但你看看数据就知道，这政策就跟往水里扔了块石头似的，激起点水花就完事了。今年1至10月，中国这些白墙房企的销售总额才 34,599.95 亿元，同比暴跌 34.7%。要说最吓人的还是这些房企的负债。截至9月底，这些上市房企的平均净负债率 87.1%， 比去年又高了 6.3个百分点。说白了就是你借了100块钱，但只有13块是自己的钱，而且现金短债比才 1.1， 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兜里只有110块，但明天就要还100块债，搞不好哪天银行一催债，这些房企就得现原形。我给你举个最典型的例子，万科现在的有息负债合计 3276.1 亿元，这数字够吓人了吧？但人家保利发展更狠，有息负债总额 3735 亿元，光是新增的负债就有938亿元。最后给大家报个更劲爆的数据，未来1年内，这些房企要还的债是 7272.7 亿元，2年内更是要还 13892 亿元。你们说这个行业还能撑多久？我估计啊，明年的这个时候再来看报表，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房企变成僵尸企业。毕竟现在这个样子，跟10年前那些房地产商在全国各地买地盖楼的疯狂景象比起来，简直是天上地下呀。说起房地产的惨状啊，就不得不提咱们的老朋友恒大财富了。这家公司可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，什么叫从巅峰跌入谷底。3年前还在各大城市到处开分公司，现在呢，直接变成了一个讨债公司。最新消息来了，这回可不是让投资人还钱，而是让自己人吐钱。据说恒大现在正在让以前的员工退钱呢。什么钱啊？就是那些销售理财产品时拿到的佣金和提成。这事儿说起来也是够魔幻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干了活，拿了工资，结果几年后跟我说对不起啊，那钱是违法所得，得还回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居然还给这些前员工发了个收款账号，还特意注明是深圳公安的公证账户。你说这操作多讽刺啊！当初卖理财产品的时候，那可是信誓旦旦说稳赚不赔的，现在倒好，连销售的佣金都变成了赃款。我给大家算算这笔账啊。据恒大自己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21年底，光是未兑付的本息就高达410亿元，到2022年底还剩340亿元没兑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一个普通工薪家庭1年收入50万，得攒680年不吃不喝才能攒出这么多钱来。再来看看当初许家印是怎么说的。2021年9月10日，这位前首富在恒大财富专题会上
拍着胸脯保证要确保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尽早全部兑付，1分钱都不能少，还说什么我可以一无所有，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。结果呢？现在许老板自己都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了，那些投资者的钱估计是真要打水漂了。说到兑付方案，简直是一个比一个离谱。一开始说每月兑付10%，后来改成每人每月只兑付8000块。这还不是最绝的，最绝的是他们居然想出了用房子抵债的招数，住宅打7.2折，公寓打5.4折，商铺和车位打4.8折。我问你啊，现在全国那么多烂尾楼，你让投资者去接盘一个打折的房子，这不是坑上加坑吗？到了去年8月31日，恒大财富干脆就不装了，直接发了个公告说，因为资产处置进度不及预期，公司无法开展本月兑付。在往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9月16日，恒大财富的杜亮总经理进去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因为在2021年5月到9月期间，他们这些高管提前把自己买的理财产品赎回了。这不就是典型的内外有别吗？外面的投资者等着喝西北风，自己人倒是先把钱转移出去了。最后还有个更狠的，证监会直接对恒大地产开出了41.75亿的罚单，许家印也被罚了4700万，还被终身进入证券市场。真要说起来，这恒大财富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现代版的金融罗生门。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，但最后真正受伤的永远都是那些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的老百姓。说到中国经济的问题，咱不得不聊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贬值。这事儿啊，连华尔街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。摩根大通最近出了份报告，你们猜他们怎么说？说人民币可能会贬值10%到15%。这可不是小数字，我给大家算个账，现在7.2元买1美元，要是贬值15%，就得用8.3元买1美元了。更吓人的是，摩根大通说这已经是往好里说的了。他们预测，如果中国学2018年那套玩法，让人民币贬值来对冲关税影响，那贬值幅度可能高达28%到30%。这是啥概念？就是说你现在手里攒的100万人民币，到时候可能就只值70万了。想想都觉得心疼，对吧？为啥会这样？主要是因为川普放了个大招。11月25号，这位即将回归的美国总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放话，要对中国商品再加收10%关税。这消息一出来，离岸人民币立马就跌到了7.27，创下近4个月新低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华尔街3大金融巨头最近的吐槽，高盛的老大所罗门、摩根士丹利的皮克，还有华平投资的帕尔曼，他们集体抱怨一个问题：从中国撤资太难了。华平投资的帕尔曼直接说了，去年想从中国撤出10亿美元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再说说外汇储备的问题。据官方数据，截至9月底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3164亿美元。听起来很多是不是？但是别高兴太早，因为中国的外债高达25453亿美元。简单算一下，净外汇储备也就剩7700多亿美元。这就像是你存了10万块钱，但是信用卡欠了7.7万，其实也就剩2.3万可以用。更关键的是，现在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都采取了观望态度。高盛的所罗门说得很直白，过去5年来，资金外流非常困难。这话听着礼貌，但实际上就是在说，大家的钱都被卡在里面出不来。这哪是什么资本市场开放啊，简直就是资本市场单向法。如果人民币真的大幅贬值，会发生什么？专家说了，后果很严重。第一，会引发大规模资本外逃；第二，整个金融市场可能面临崩塌；第三，会
会打击中国的国际形象；第四，会让人民币国际化前功尽弃。但更要命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。中国有大量产品都是来料加工，就是进口零件在国内组装。如果人民币贬值，这些进口成本都会上涨。到时候不光是老百姓的钱包遭殃，连企业都可能因为成本太高撑不下去。其实啊，这些问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。房地产烂尾、企业亏损、人民币贬值、外资撤离，这些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人民币汇率受到4个方面制约：外汇市场供需、资本外流压力、通货膨胀压力，还有国际关系压力。最后我想说，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在走钢丝，一边是经济下行的压力，一边是金融风险的深渊。政府想保持汇率稳定，但是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都在给人民币施压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你可以骗所有人一时，也可以骗一个人一世，但你骗不了所有人一世。市场的选择最终会证明一切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看完这些数据，你们觉得明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会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再会。